今天我们要来好好的请教黄小胖，来自台湾的喜剧界脱口秀教母，欢迎你。嗨，谢谢。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说家丑不可以外扬嘛，你是在哪一个 moment 你是决定说好，那老娘我决定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把它变成一个演出，然后还把它变成跨国的演出啊？对我而言啊，我的人生都是在做这件事，不是他特别，而是我一直都是这样。我也有写过生产哺乳的段子，我也有写过创业失败的故事，这些全部都变段子了。而只是这个时候遇到离婚这件事，没想到离婚是世界共通语言。被出轨这个素材基本上大家都不用过多的宣传，大家都理解了。其实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去整理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又是怎么样子让自己又可以重新站起来？我就是赶快哭啊！当时的我选择就是最极端的方法，也是大家不会选的。大家通常就假装没事，可是我是天天哭，狂哭，哭不完就继续听音乐，继续哭。然后因为我开咖啡厅嘛，那咖啡厅营业的时候，第一个遇到我的都是咖啡师，他都会带着颤抖的心跟咖啡，然后就敲敲我的门，不知道今天哭的怎么样了？因为我们好害怕情绪的，但我不害怕情绪，因为我知道它终究会走。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是由 U Business 荣誉呈现 ，Ultra Business Reserve 为企业而设的网络。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节目呢，是由别份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你好，我是能杰，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精彩的影片。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一位被誉为台湾的脱口秀教母的黄小胖，但是他真的一点都不胖哦。他不仅是这个台湾喜剧界的一个，大家都叫他教母啊，很像是一个蛮崇高的存在的样子。那其实今天会请他来开门见山，除了要跟他聊脱口秀之外呢，也要来跟他好好的探讨一下他的一些经商之道啊。因为其实来我们这个节目的脱口秀演员真的不多，但是其实我发现脱口秀演员，特别是台湾的脱口秀演员，有很多都很会做生意。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也有一位很会做生意的脱口秀演员，那就是卢卡斯啊。所以其实他们是如何从自己的生活还有生命当中去提取这些能量，然后把它转化为可以去变现的一些的能量呢？今天我们要来好好的请教黄小胖，来自台湾的喜剧界脱口秀教母，欢迎你。嗨，谢谢。嗨，大家好，谢谢能杰邀请。对，今天这个访问其实我们瞧了蛮多次的。对，本来我是想要邀请你到我另外一个节目去，我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两个的时间就一直瞧不对，然后我想说，好了，那既然你都要来这边开专场，那倒不如请你来上财经的节目，也行，这样时间比较瞧得到，因为都是刚好我上班的时间，然后也是你可以的时间啊。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请到小胖老师，这样叫你可以 OK 吗？可以，叫我小胖也可以。为什么大家会把你称你做教母呢？因为其实呢，在一开始台湾做脱口秀或者是做教育的没有几个，一个就是我喜剧教父卡米蒂喜剧教父张硕修，也就是我的师傅。那就叫他教父啊，因为只有我一个女的，就教母，就是大家都乱叫，其实都只是需要一个抬头，可以在介绍的时候比较方便。然后我就说，我教母，他教父，但他又是我的爸爸，那这样子，我们不就乱伦了吗？大家就是好玩在叫这样子。Okay. 所以这个教是教育的教的嘛？教育的教。所以你其实自己除了办专场之外，做脱口秀之外，其实你也教人家怎么做，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对。那也有在教沟通、教表达。我觉得沟通的前提是表达，要先会表达自己，然后我们才可能去促进沟通。OK， 所以你自己也成立公司，对，也开班，对。其实，在台湾脱口秀演员自己开公司的多吗？很像也不多，对吗？超少的吧，没几个吧，没到5个啊，大概可能3、4个而已。OK。是，所以其实要如何在这个脱口秀的这个行业里面，然后自己要经营，然后开公司，我相信其实你肯定有
非常独到的自己的一套啊。那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本地的脱口秀演员，大家可能都比较艺术家性格，可能跟台湾也差不多一样。对不对？所以大家可能会只想顾好自己的表演，但你是怎么做到说你在顾好自己的表演啊、自己的内容之外，然后还要再去管理公司的，这个不容易吧？我觉得。其实也是时间打磨。一开始我们也会希望说，好希望有一个贵人，有一个伯乐，他可以看到我。可是当你发现成为表演者，你要等人看到你，不可能。你一定要自己先会走出第一步。偏偏我是传播管理出身的，我学习是世新大学传播管理系，那也就是传播界的管理人才。那对我而言呢，开公司绝对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只是身为表演者，我们真的觉得钱很俗气，喜欢讨论内容。等到时间流程之后，你会发现，如果我可以把钱也变成一个讨论的重点，它也可以是一个脱口秀的内容。为什么我不用这个心态去面对开公司呢？我可以把开公司变成段子吗？我可以。其实你的公司主要的业务是有在教表达。我们有4个业务。OK，主要是教育，那就是开班授课。开班授课呢，是主要针对于一般大众可能上台提案简报会紧张，我们教你怎么样不紧张、不纠结、不内耗，那你就可以在台上侃侃而谈。那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大概25%到30%的收入来源。再来是脱口秀，也是25%到30%的收入来源。业外收入包括企业行号邀讲我，微软啊，或者是各大的就是台湾的，你知道新竹科学园区的那边的人邀请我们去演出演讲，或者是做业配，那又是在20%到20%左右。然后我还有开一间咖啡厅。咖啡厅是时间管理大师吗？咖啡厅让别人做就好啦，但我可以利用咖啡厅的教室，然后来做表演或做各种活动。了解。其实要从一个喜剧演员、脱口秀的演员，然后变成一个女企业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自己有在身份上面的转换的时候，自己有挣扎过吗？因为像我如果要思考说要自己做生意的话，我可能会蛮焦虑的。无奈过。OK。但一样回到前面说的，如果没人捧，就自己捧自己。你的成长经历，所有面对的东西都不会是白来的。等待伯乐，倒不如自己变成伯乐。那我就投资我自己。所以当我投资我自己，包括这次来马来西亚做演出、做宣传，也其实都是一个更大的格局在布局。那我如果要去说服我的老板把这个投资给我，还不如我就是那个老板。好，这次来到马来西亚的这个专场啊，看你好不好？我觉得这个专场，其实我在决定要去看的时候，老实说，是一位已经离婚的这个女性朋友啊，她要我一起去看的。然后我看到了小胖老师的这个海报的时候，我就决定 yes， 这个一定要去看啊，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很勇敢的把自己曾经在婚姻里面的挫折跟经历，把它写成段子，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专场，然后来变现。我觉得这整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酷，但是要做这件事情应该是需要蛮大的勇气的，对吗？但我的教育本来就是本质就在教勇敢。什么是勇敢？真实的勇敢，真实面对自己，包括自己的缺点，包括自己的恐惧，它都可以是你可以去面对克服的。那因为我教学已经10年了，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让我遇到这么重大的人生转变，我才有机会把它变成段子。否则如果是在一开始的我，可能是做不到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说家丑不可以外扬嘛，对不对？那我自己的事，特别是私事或者是婚姻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东方社会，可能女性又会面对更多的批评，或者是女性可能会面对更多的压力啊。那你是在哪一个 moment 你是决定说好？那老娘就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制裁老娘。当然会，当然会，一定的。OK， 就是我决定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把它变成一个演出，然后还把它变成跨国的演出啊！是哪一个 moment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怎么样子一个契机促成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对我而言啊，我的人生都是在做这件事，所以我不是不是他特别，而是我一直都是这样。我有写过生产哺乳的段子，我有写过创业失败的故事。这些全部都变段子了，而只是这个时候遇到离婚这件事，而没想到离婚是世界共通语言，被出轨这个素材基本上大家都不用过多的宣传，大家都理解了。思考一下，我今天拿做生意当段子，那也得要做生意的人才比较听得懂吧？可是离婚，大家都听得懂了，所以反而它可以是一个跨国最好的利基点。那我们在聊产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想到 IP。当我们要做脱口秀这样子的产业，我们需要去想谁会是我们的主打明星。那对我而言，我就是我们公司的主打明星，再加上我的这些段子里面，我讲生产，我讲哺乳，我讲创业，哪一个最有国际卖相？OK。但是会不会觉得说这样子的内容它会比较针对性，或者是它会有排他性？比如说会不会就是比较多离婚的女性会比较愿意买票进来看，然后就把男性，因为男性可能会觉得说，哇，你讲离婚嘛，是不是都是在谴责我们男性，所以就排除了男性的观众，会这样子吗？也蛮多男性过来哭哭啼啼的啊。因为也有男性离婚的嘛，对不对？对啊。也有男性被离婚的嘛，对不对？也有，然后也有男性是被老婆拖进来看的，有可能老婆来看了还二刷，然后再带老公来看，然后就是如果你敢，你看就会变这样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例子。然后也有阿公阿嬷来看，就是对我而言，它是一个不太需要铺垫的前提，算是一个宣传上面很重要的点。我觉得这个时候在收听我们节目很多的企业老板哦，那大家可能今天会打开这个影片来看，应该也是因为很多的老板都在思考，我要如何把自己摆上台，变成公司的一个 IP。当然，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企业老板都在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可能要来跟你取经的。特别是你觉得，当你把自己变成 IP，当你把自己的经历、生活的经历，特别是挫折比较负面的部分，变成了你的一个变现的一个不能说工具，把它变成一个专场的时候，或者把它变成网络的内容的时候，有哪一些事情是你觉得你做对了？那又有哪一些事情你觉得是说，你曾经有踢到铁板，然后你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去碰触的部分呢？实际上，我现在的生活经验会觉得，每一个发生在生活周遭的故事，只要能够用喜剧、用幽默来转译，就是我也不是单纯情绪抒发。不只是在抱怨而已。对，因为抱怨不好笑，它不可能是一个有跨国产品力的作品，所以它一定要经过这个转译的动作。那对我而言，做对的都是我依赖着我的长久以来的经验，我不会只是想要抱怨。我的师傅也跟我说，你要小心哦，不能只是抱怨，它是一个秀哦。所以我必须要仰赖着我丰厚的脱口秀的笑话经验值，然后算了我每一个的技术层面，才可以，就是我有仰赖大量的理性层面，才把我的情绪投入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必须得是我不是一个我只是想要红，而是我早就知道他的技术点在哪的脱口秀演员。而且我还教怎么面对大众，怎么让你的怎么可以提案简报演讲，怎么让你的说服力、重点说话术，这些都是我教学的内容。OK， 所以在一个长达17年的脱口秀生涯、10年的教学经验，遇到了这件事，才有可能这样子被看到。OK， 然后也遇到了很多的访谈媒体啊，大家可能台湾的媒体通常都比较腥膻色，就会比较讲这里差不多了，就会写的都会比较标题法。好， okay. 那我们就理解媒体在干嘛。媒体也是 promote 我们，因为在现代这个时代叫注意力战争。你真的以为你的一小件事会留很久吗？真的没有。大家早会忘记你了。Okay. 大家不要太看得起自己啊！是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事，所以你的竞争压力不只是脱口秀演员同期的，或者是抖音，短影音，或者是日本动漫。
其实是整个注意力在战争。那同样在注意力战争，凭什么消费者要注意到你？因为你很好吗？因为你很好，你就要拼很多很好，你要跟所有前1%的人拼很好。但如果因为你真的很特别，你很有个人魅力，那我比较想听听看你比较人性的那个部分。观众是在想这件事哦，要拼成功论，哎，我们都是成功论长大的孩子，但是现在有人把失败论讲得那么有趣，哎，蛮有好玩的耶。观众已经开始变这个走向，而老板们有发现吗？还是你期待你每一次的品牌公关战都要是最好最好最好的？那的确你就是真的很累很累很累，而观众想要是亲切亲切亲切，是一个在我生活周遭的故事。这个我相信是老板们在做的一个拉扯。那再讲回来，我觉得最好的事情是我的心态。我把讲这些事情变得好像是公众的事，但实际上我又知道不，我是在注意力战争，而且我在整个作品里面是在激励大家不要只用单一思想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所以其实看完了之后，你心情是畅快，而且又觉得重新站起来。那我们在做的都是好事啊。既然都做的是好事，那不要那么有压力了。那会不会有人只单看片面，然后就攻击你？会啊。可是你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有人攻击啊。没错。所以我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我的心态没有崩掉，我不会因为别人网友或什么就觉得说我就质疑我自己。那我比较做不好的地方呢，还是成本控管啦，因为跨国它需要冒险，我有好多东西文化上面的，甚至我们就说跨国所有做企业老板都会知道，跨国文化报价合约手续费钱都藏在你那些你根本不知道，原来这个在你们国家这么大条的事情上面。所以在成本控管上面有一种一直在增加，没有办法拉住的一种状态。但所有的老板在想的事情都是风险管理，或者是好，那我换到了什么？我这一次的投资，比如说我来马来西亚演出，我换到了什么？国际知名度，换到了国际经验值，所有在我身上累积的经验都不会白费。那我们就去相信这件事情，然后继续去开创更大的格局就好了。因为现在在马来西亚本地的市场呢，我相信很多的企业老板都感受到竞争越来越激烈哦，所以前阵子在马来西亚的企业界呢，就流传一句话叫做"不出海就等死"哦。所以我觉得很勇敢的出海，然后去跨足到国际的市场，去进入到别人的国家，进入到其他的国家去发展业务，这个是很需要勇气以及智慧的。那你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心得可以分享呢？就是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成本的控管，真的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杀不出声，因为你不晓得，其实在国外，在其他国家，它有哪一些隐形的或隐藏的收费嘛，或者是隐藏的成本嘛。但是你要走过一遭之后，你才知道。但是当在你发现失控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子去保持、去平衡自己的心态，或者把自己稳住？我觉得这个也不容易。我在昨天来到了马来西亚，那我前天在拜拜的时候，土地公跟我说你要再去走一些大庙，我就问了行天宫要去，龙山寺要去，然后我说那这样够了吗？多点拜拜是吗？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心灵的寄托啦。结果我每个庙都走了一遍，然后你知道人家拔杯的时候神明告诉我说就是要成本扣管，然后我就会心里知道说我知道要成本控管，但我也知道这一趟我换到了什么。那只要我们知道了，都不是白费的啊。那我这次呢就走了非常多的媒体，我可能花2天就是进行了8个访问，这是我以前就没有过的经验。8个访问聊一件事聊8次，完全不同的切入点，有从教养的，有从婚姻的，就是比如说就是性别的，一直从不同的切入点，所以我只会想这件事情想得更透彻。甚至我今天是来聊财经的，那
你知道整个企业最难的事情就是老板想得很透彻吗？就是我看到方向，我来有很多老板想的都不透彻啊。是啊，就见招拆招，但对我来说就是我越来越看懂我在干嘛。那只要我看得懂，我们脱口秀我在教学我都会说，表达者去带领观众，表达者知道自己在干嘛，观众就跟上就对了。所以老板你就搞清楚自己在干嘛，然后你就激励你的员工跟上你。是，其实小胖老师，你刚才有提到一点，就是在建立个人品牌的时候，要去找出那个真实的自己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在我们东方社会的价值观里面，因为我们都已经非常习惯怎么样子隐藏自己，怎样子融入社会，所以你在寻找自己的时候，找出真实自己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撇步，有没有哪一些方式可以教我们的企业老板？因为可能你教企业老板说你要找出真实的自己，他可能也找不到，他可能也不知道他自己是谁，怎么办？对我来说，的确从众就是我在教表达教育第一个要先减掉的点。就是我们那不从众要怎么办？好，我会有很多的课程。举例来说，我有一个课程是，大家都不能讲话，那光是你站起来，所有可能10几个同学呢就开始写下他看到的你是一个怎样的你，他猜测你是一个什么身份，你是什么性格，在你还没有讲话之前，然后你讲完话之后，他对你的第二眼印象，10几个同学收集起来的纸条再还给你，你就会看到，原来我没讲话之前，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好，这个只是在奠定原来别人眼中的自己。那对于老板们，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件事呢？因为就会回到平常心的看待自己。当你没有身份了，那别人怎么看自己？好，这个为什么又重要呢？因为当你需要面对镜头跟大众沟通的时候，那就很重要咯。因为大众就是是注意力战争。你是哪个什么总裁不重要，你有趣。哎呀，听一下。所以当他滑到你，滑久了，你想听你的内容之后，他才会对你的产品有兴趣。所以当你开始发现，以前呢，在东方的教育里面，我们从众，因为我们照着那个 SOP 是可以的。可是现代叫科技时代，叫做注意力战争、短影音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在拼的，我不确定老板们知不知道，叫做AI 已经帮我们把知识都已经可以贡献给大家了，那真实才是接下来的观众好奇的。而你准备好把你真实的自己摊出来了吗？但脱口秀一直在讨论的就是我是谁。我怎么光靠一支麦克风就让你想要买票？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讨论我是谁，我在卖的就是这个啊。OK， 所以小胖老师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拿你这次的专场好了，可能你可以从你这次专场的一些内容啊，或者是铺排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其实你是怎么样子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然后又可以让他们觉得说，你虽然在聊自己的一些伤痛，但是在后面你又是如何的能够激励到大家，或者是给大家一些启发？在这一次的看你好不好，首先是宣传的点，它非常的明确。明确的点才可以让观众一眼就不会忘记。所以离婚脱口秀对大家来说就是什么东西呀？好，那我让观众进来，实际上我的脱口秀有非常多的互动，我本来就会很会互动，跟观众直接，所以我会先让观众感受到我的个人魅力，我直接会跟你很靠近。他们感受到这个之后，我再来拉一些大众会好奇的点。举例来说，你的孩子怎么办？大家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都是你的孩子怎么办？然后我就用脱口秀的方式来让你笑。所以孩子这一关就过了。那接下来就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发生了什么事也可以赶快过，让你赶快理解我的前提。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会进到什么？情绪。而情绪命题呢，才是整个未来，我觉得科技以后，除了讨论 AI 之后，就讨论人，人就是情绪。所以我们就来讨论有情绪了，这种情绪要怎么样抒发？我会让大家一起跟我骂脏话。观众会跟我一起玩骂脏话环节，我会去讨论为什么我们在面对极端状况的时候，我们讲不出话来，就很像被雷打到一样。
是真的讲不出来，你真的很想看着他，然后好想骂人，但是你真的是讲不出话来。好，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不会只有我一直在抱怨，而是我会拉你进来，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我先不假设你都有，说不定你真是有，你来就是想听嘛。但是你遇到的这个状况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我们无语了？好，无语。那我们现在如果能再重回的话，我们会讲什么？好，那我再把它写成段子，然后就进到我的新的恋爱故事啊。OK， 所以我的新的恋爱故事其实只是在听一个人哇，他在讲恋爱吗？那真的又好无聊。其实，在讨论的叫自我重建、自我价值的重建。而我遇到的状况是无性婚姻，无性婚姻7年，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被性贬低了，所以我只好从这里面一步一步再把自己的价值感拉回来。所以他在讨论的议题，离婚都是前面很快就过。其实更重要，为什么这个脱口秀作品可以跨国的主要实力是我是如何重建的。当我那个重建一点一滴再重建回来之后，观众已经被疗愈了，然后我们最后再来一起看一下证据吧，会真实的看到我当时看到的证据，也就是我的前夫跟小三的对话内容。然后大家一起看证据，之后我们还会一起撕证据，然后一起把它撒到天空去，完全沉浸式剧场。所以观众情绪会得以在那一瞬间，就是前面都是笑到最后的那一刻，就一起借由一个动作，然后大家眼泪就掉下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要表演艺术？因为那个眼泪掉下来，那个观众一起笑，那个你可以感觉到旁边的人的肩膀的颤抖，就是接住的感觉，就是产生连结的感觉。其实表演艺术卖的就是这个，我骂一些你不敢骂的话，然后我带着你一起笑，一起骂，一起哭。所以我们再拉回产业，我们不停的卖东西，不都是要让观众感觉舒服一点吗？你不管什么产品，让它方便一点，让它有被接住的感觉。那表演艺术也是这个啊。所以我知道我在服务这一些。我其实感觉到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在商业世界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在贩卖让生活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可以 improve 或者是增加幸福感。但我们总是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蛮多的磕磕碰碰。那我觉得这些的磕磕碰碰可以成为像小胖老师，你可以让这些过去的一些经历成为你的这个能量，但是我相信它也是经历一段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其实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女性的企业家在听我们的节目啊。那我觉得其实女性在商业世界里面遇到的问题跟麻烦可能跟男性不太一样，他们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不同的眼光，特别在我们东方跟亚洲的社会。你是怎么样子可以其实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去整理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又是怎么样子让自己又可以重新站起来的？其实我本来就在教整理情绪，我教整理情绪管理10年了。 OK， 但是你自己遇到的时候应该很不一样吧？我就是赶快哭啊。 OK， 真的，你把情绪想象成一个很巨大的能量，它不可能被压着它就不见，它只会让你行尸走肉，你好像都在做事，但你其实都没在做事。所以压抑绝对不是一个解方。 OK， 所以如果这一个很大的能量你可以让它赶快出去，新东西就会进来。所以你哭完了，振奋会进来，你真的深深的去面对那个恐惧，勇气就进来了。所以要借由哭的这个动作，你把它想象成眼泪就是情绪的废物，赶快流一流，就好像你身上有细菌，是不是痰排除了，你人就好了。所以当时的我选择就是最极端的方法，也是大家不会选的。大家通常就假装没事，可是我是天天哭，狂哭，哭不完就继续听音乐，继续哭。
然后因为我开咖啡厅嘛，所以我通常都比较早到办公室。那咖啡厅营业的时候，第一个遇到我的都是咖啡师，他都会带着颤抖的心跟咖啡，然后就敲敲我的门，不知道今天哭的怎么样了。然后他是一个男生，所以他更宅了，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接住我，就放下咖啡，确认我还好。因为我们很害怕情绪的，但我不害怕情绪，因为我知道他终究会走。然后我接下来就开始书写。情绪过了之后，边情绪你也可以边做这件事，开始书写。不要管你想到所有的脏话、所有恶毒的话，那个都不是你，那是你的恶魔，它是你身上的废物，把它排出来吧。全部写完，写一写，好，都差不多了。你的冷静开始回来了，勇气开始回来了，再重新看待。我要用哪个那接下来就是回到我的专业了。我要用哪个角度来切入，才能让它变好笑？那当然，我后来就继续在舞台上继续发光，继续让很多人被我接住，于是他们又促使我把这个产品卖到全世界。但其实我觉得小胖老师你讲这些很像感觉很容易，但其实我觉得做起来蛮难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去培养的，让自己敢哭啊，不只是敢哭，包括你敢去用幽默感。去把自己的悲伤转化成幽默的段子，或者是简单讲就是笑看人生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他可能是需要用一些方式去培养的，对吗？如果是以幽默感来笑看人生这件事情，我本来就教学教了10年啦，我不觉得幽默感很容易培养的啊。OK， 所以我才会，因为我必须要垫基底，就是这个比如说 AI 产业的专业知识我已经有了，我才可能开始往前。那对我而言，比如说我创业失败的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女生，我在一个企业演讲的现场，全部都是创业者，所有人都跑过来问我说蛋糕在哪里，因为全部都男的，以为我是秘书。但这个就是现在在职场当中很常发生的事情。但我要生气的面对它，还是我要把它写成段子？我可以创造那个 moment， 就是我刚刚讲完了之后你笑出来。那就是因为我已经笑看这件事。OK，这种诸如此类的事太多了，包括生产、生小孩、陪伴小孩，所有的东西我都是这样一关一关一关的把它变成一个段子。才有可能遇到离婚那么顺利。OK， 所以我可以想象有很多人做不到。但方法先就最简单可以做的，赶快哭，把它全部写下来，这些都是你做得到的。但你做不到那些，那你只能请我到你旁边了。我想到了，或者是就去看小胖老师的脱口秀，对不对？专业啊你，就能够更加的学会如何笑看人生。对呀，因为我其实不是真的，我真的不是在帮你推你的这个脱口，当然有一点点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当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时候，那我们就去看别人怎么做。但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让自己快乐的时候，那你就把自己沉浸在一个快乐的场合里面，或者是那种痛笑并存的感觉里面，那种是活着的感觉。因为我相信不是每个人的表达能力都这么好，或者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么天生俱来的有幽默感，那你就去多接触这些人，那你可能可以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得到更多正向的能量。但是其实我也想要请问啊，就是包括像我们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要做效果嘛，但是往往在冒犯跟好笑的这个处理上面，有的时候会一不小心就拿捏不好啊，这个要怎么平衡呢？我会形容哦，你把每个笑话想象成一个炸弹，你要丢往人家的市区还是丢往人家的郊区？当你要丢炸弹的时候，市区就是人家不可以被开玩笑的点，就很像人家以我总统府好了，你敢炸弹直接丢人家总统府吗？你死定了。所以每一次你想开玩笑的时候，眼睛打开来看对方，通常市区都最明显，但你要打偏。OK， 打向人家的郊区，也就是他可以被开玩笑的点。有的时候不小心还是会射歪了，不小心又打到市区。想一下，你自己有市区或郊区吗？你自己的市区，你不可以被开玩笑的点，尽量呢就是不提。你尽量都提你可以被开玩笑的点，因为人际相处实际上也就只是说个笑就结束了，没人真的一直想要把炸弹丢往你的市区，大家只是想要过一下这一关。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很明显的郊区，
一定你生活周遭的人都只是开那个玩笑。举例来说，是个小吃货，会议跟会议中间那个小吃货，老板觉得有点僵局，或者是要缓和一下。你今天怎么没有订下午茶呢？你平常都是吃2盒饭呢？今天是不是被骂了？就是你可以往那个小吃货身上丢2个炸弹，然后大家都笑一笑，结束咯。其实你需要的幽默就只有这样。那我们现在再换过来，当你理解了你身上有郊区，很好被大家开个小玩笑之后，那你就等于把炸弹往自己的郊区丢。OK。那实际上你的生活处境都很和乐，因为别人也就是开你那个玩笑那个玩笑你也不介意。举例，像我参透这一切是在我30岁初老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不在意老，可是原来女生老这件事情观众是有感觉的，然后我就开始开玩笑咯。比如说主持人问说，小峰老师你最喜欢的歌是什么歌？我就说针线琴，夏燕，反正都是那些老歌，老到他们就说哈，那大家就会觉得真的很好玩耶。我不介意，当我不介意年纪是一个梗的时候，那就不是问题了。我会介意耶，真的会不介意吗？介意年纪吗？对啊。那你就去找，没关系，你去找哪个是你的郊区，你不介意的点就好了。对，是好。我相信小胖老师，因为你自己开公司所以你也应该有员工嘛，对不对？有或者是在管理员工的时候，特别在现今的社会，然后我们要开始管理00后10后也要出来社会工作了。所以小胖老师，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你要用更多的幽默，然后要用更多深入沟通的方式跟他们来相处你其实因为你就是教沟通、教表达的嘛，你会怎么建议大家怎么样子跟年轻的员工来进行更多的这个工作上面的互动呢？对我而言，像我刚刚在说的，因为我刚刚那一段真的讲的比较仔细，它是我平常的教学内容。OK， 我觉得老板们自己本身有一个可以被开玩笑的点，员工会比较放松一点。OK， 就是老板自嘲，要学会自嘲。就是对我们来说会说什么自嘲是高级的幽默，但以脱口秀演员来说不会。我们知道笑话就是炸弹，丢往别人跟丢往自己，它炸弹就是爆炸了，观众在笑这件事。怎么说？就是你就算是自嘲，就算丢往自己，也是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是吗？对，所以不要轻易的使用这一招，你是要很有意识的。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脱口秀演员，观众笑我们也受伤，观众不笑我们也受伤。观众笑，你看我人生就这么悲剧。观众不笑，我都已经讲成这样，你还不笑，很麻烦。其实，所以最后都是你的心念一过，你心念一转了，那接下来这些都不是个事。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其实讲这个头发秃了，或者是肚子比较大，糖尿病，或者是就是现在痛风了不能吃，我不知道，眼睛小，或者是我是头发都白了，或者是明明没有老花，故意演一个老花的状态，不管什么，因为其实你要知道，让人家笑，我发现有很多的老板都直接用贬低的方式。OK。就是直接就是你是猪吗？这个都你以为你在开玩笑，你可能会觉得你用比喻的方法，但是实际上对观众来说，也就是你想要让他们开心的那些人来说，他不觉得好笑，因为这个世界有既得利益，既得利益低可以开既得利益高的人的玩笑。举例来说，黑人可以笑白人，但白人笑黑人就很苛刻。那如果在职场上面，你是老板，你用既得利益、权力或钱来开别人玩笑，那就是你很苛刻。所以不能这样搞。但是既得利益很多元，也就是说，假设年纪老的这一个跟年纪轻的就可以笑一下年纪老的，那你年纪老的又不介意，你就找到一个切入点，可以让别人的这一件事情可以笑你。低才能打高，高打低就很刻薄。OK。然后也比较容易出事，比较容易被延上。所以小胖老师，在众多找你不是咨商就是找你来做上课的这些企业家，特别是台湾的这些企业主们，其实他们现在在沟通在表达的这些事情上面，你觉得大家需求最大的
是哪一块？是跟员工的沟通吗？还是说服客户啊之类的？大部分的人卡在第一关，站上舞台，大家就已经、跟你说，马来西亚这边的企业家非常需要这件事情。他们光是站上舞台就不像自己了。OK。可是你要知道，当你是主人的时候，你才能够展现你极致的个人魅力。也就是说，你要最像自己的时候。OK。所以光是站上舞台就做不到。可是你思考一下，脱口秀 stand up comedy 它就是来自于老美，那这些西方人，他们如何在舞台上就这么像自己？OK。像自己是基本必要条件，幽默感才可能出来，不然你在那边想一些笑话技术都没有用，你一定要像自己。所以以东方社会第一关最做不到的，不是什么沟通、说服、销售，是像自己。那你怎么说服他们像自己？怎么帮助他们像自己呢？我非常多的课程环节可以去解决这件事，比如说像我刚刚有聊到，我有个课程环节是让观众写下对你的第一眼印象，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观众是怎么看待你的。OK。那有些人可能会很纠结一些不需要纠结的点。好，举例来说，有些人可能会纠结说，我就是胖，我就是被人家觉得我很胖。好，那对我来说，我还有照镜子的环节，让你一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然后要跟大家分享你看到了什么？那你可能是在纠结别人根本不纠结的点。小腿很粗，没人注意那些。等到你那些纠结的过了，那我们还会再教你，比如说面对讨厌，怎么样可以面对一个你讨厌的人，然后你还要说服他。你就是要正视你的讨厌。你有没有？你敢不敢就是告诉我一个你讨厌的人的姓名？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确定一件事，就是你讨厌的人，他不至于去死，他不至于去关，他只是因为跟你频率不对，你就讨厌他。合理。好，如果是这样，那就会有人因为跟你频率不对就讨厌你，所以你没办法改，你只能做自己。我有非常多的课程环节都是这样，比如说照镜子啊、走路啊、认识情绪啊，看起来都好像没有在教东西，但最后它就像表演游戏一样，一个一个建构了。我的情绪是这个样子，我是如何这样看待我自己的。OK。然后他们就学会了，当你认识自己，那你的冰箱里面的食材就够了，你就比较可以料理给你的客人吃了。其实我在访问很多企业老板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大家都有很好的 business model， 或者其实很多企业呢，它有很好的产品，但是难得邀请老板来上节目的时候呢，却发现老板讲不出来，他没有办法表达。所以我觉得，其实老板的这种媒体训练以及表达训练是非常非常迫切的一个需要啊。那你有在开相关的课程的吗？我就是以开课为生的啊，25% 教育，25% 演出，所以我有开相关的课程。这个在月半表达教育呢，在台湾我们是72个小时的课程，然后每一轮都是18个小时，然后可能分3天或分6天上课。那对我而言，如果你只要花18个小时，你就以后每一次站上舞台都不怕。OK， 如果我们的企业老板很值得如果我们企业老板想要找你上课的话，要去哪里找到资料？要上网找什么？搜寻什么关键字吗？黄小胖。找黄小胖就可以了。可能现在找黄小胖会先看到你的这个在马来西亚的专场，也会看到我的官网，是也会看到我们的官网是 www.ponwo.com。 OK， 可能也会看到在 Facebook 上面你在剪护照。或者搜寻黄小胖会出现前夫。没错，所以这次小胖老师的这个专场，我想我们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可能专场已经演完了嘛。但是你未来还会再来吗？演完这一次这几场之后，我非常期待可以再过来，不管是办加演或者是办表达教育的课程。那其实我们这次演出是6月19号跟21号，20号我已经在马来西亚也已经要办课程了。然后那一堂课呢是跟情绪相关，让我们的学生光是靠走路就认识自己的情绪。走路而已哦。你不止专场，在马来西亚还有课程。对，OK， 我是一个活得很扎实的人。那当我们有课程，有了这样子好的开始，那我相信后面的总是开头难啦。
后面就会顺顺的了。你其实在台湾也有在辅导，也有在指导脱口秀演员。那我觉得这个在马来西亚的应该也有蛮大的需求。可是脱口秀演员不一定想学啊，我们目标商机还是在大众。OK， 还有企业老板，好不好？企业老板，如果你想要就是增加自己的表达力，或者是让自己在来能杰的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自然的话呢，可以考虑来上小胖老师的课哦。但是我很好奇，就是其实，在你的脱口秀马来西亚的专场，你有为马来西亚因地制宜来做哪一些内容的调整吗？照理来说，脱口秀演员都要具备这样的技能。但我后来发现，我的这一个脱口秀的语言，是大众语言，离婚是国际语言，对，不需要转译。然后我一开始会选择马来西亚当国际巡演的第一站，也是因为我在台湾演的时候，有马来西亚的观众冲上舞台，就是有看完了之后冲上舞台跟我说，他每一个点都听得懂。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好，那就我要去马来西亚。所以对我而言，变成马来西亚的段子吗？我觉得不会。我后来发现了，要越在地才越国际。我也不需要为了马来西亚的观众变得比较翘舌，还是不翘舌。OK， 或者是会不会考虑说加入一些马来西亚我们这边的俚语啊之类的？没有。我的内容已经扎实了。OK， 所以你就是越台湾的在地化台式的这种脱口秀，然后就越能够国际的在这边所以就期待大家来看了之后，就可以发现有没有完成这样的事。好的。我们非常期待哦。那我在当天也会去看，我非常期待。那如果大家来不及，因为我们节目播出确实也是你已经演出完了嘛，但是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小胖老师，甚至是如果有兴趣对于小胖老师的课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报名参加。今天非常谢谢小胖老师来到开门见山，谢谢你，谢谢。大家对于今天小胖老师的分享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把这个影片呢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让业务始终在线，安全无忧，持续领先，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